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美国总统川普最近有一项新的人事提名案啊，这是他提名前联准会理事 Kevin Warsh 华许担任下一届的联准会主席。华许呢，他曾经在2006年是由美国前总统小布希任命为联准会的理事。那在金融危机前后呢，担任过5年理事。最近几年呢，他是跟亿万富翁投资人叫做斯丹利·杜肯米勒合作，并且在胡佛研究所这些学术机构来任职。美股的主要指数呢，对于这项人事命令其实在星期五看到是呈现开盘走低那美元则是走强，这显示出呢，投资人对于川普提名 Walsh 来出任 FED 的主席，那并且呢，重新会评估未来货币政策走向这个消息呢，已经有一些消化了那当然，这个后市当然还是要看接下来 Walsh 他是不是真的会是，比如说像是降息，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那包括呢几个经济数据，先提供给大家。美国劳工统计局在2026年1月30号公布了一个最新数据，2025年12月的 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的表现是强于预期，显示通膨的压力仍然存在。那这个年增率呢是3.0%，高于市场预期的2.7%。然后日本这边呢有看到伊藤忠总研他们试算美国通膨原本预期可能会降到2%以下。但是在关税的影响下，通膨率呢大概只能够停留在2%这样的水准降不太下来。日本的关税协会甚至提出警告，他们表示关税恐怕会压低美国经济成长将近有1%左右。顾问，请问一下因为现在大家在关注是联准会这个新任主席因为川普一直都觉得那个鲍尔呢不配合他的政策那所以这个 Walsh 呢，目前市场现在是看是会配合川普的，也就是呢降息的几率很大。可是我要问的是，降息就能够解决现在美国的通膨问题吗？是，其实我们这个经济学这个专家在这里我们张老师是专业了但是我的理解是这样降息其实不会降低通膨的，对，理论上嘛降息大家更敢花钱，没错，是吗？所以你通膨会上来啊。所以这个那各位看就是说我看到的数字是。通膨美国的通膨数字9月是3%，11月、12月都是2.7%。那2.7%看起来是有下来了但是它还是高于我们 Fed 的目标是2%嘛。对所以这个通膨可能还是，而且那中间里面最重要的数字是食品3.1%，住房租金是3.2%。那我想川普总统他想要降息，他的目标当然通膨其实已经不是他的最大的问题，最大想要解决的问题。他的降息是希望解决很多他的债务美债债务还是很大嘛，利率降下来对他来讲压力就减轻了。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把全世界的国家都拉到美国去做投资，降息当然是让大家都能够好过一点嘛，能够做投资嘛所以我想就是说，现在新任的Fed的主席我想他要不要降息？刚刚讲降息不会减少通膨。那当然，这也就是他的这个两难之处了如果他要降息，他可能怕通膨反弹，但是他如果不降呢，经济可能衰退所以我想就是说我看一个数字很重要了就是那个贝森特这个我想他讲话我比较相信，你知道吗？他是川普这个那个里面，我觉得讲话他有一个所谓的333，就是经济计划的指标，他的目标是什么？2028年那个赤字要降到3%。然后放松管制，让 GDP 成长3%，然后每日增产300万桶的石油。你去看2024年到2025年它的数字都改善了，也就是说，当然都离它的目标都很远但是数字都改善。但我的意思是，它还有3年的任期，是所以我想2028年，我们可以观察啦，就是你刚刚讲，就是说到底通膨会不会解决？我觉得他第1年是有拿出成绩来，还有一个刚刚我更重要就是说整个产业经济的结构，他要做 AI， 要做晶片，他把全世界的半导体产业通通拉到美国去了嘛，台积电也去了，对，韩国、日本，然后艾斯摩尔的荷兰、欧洲也通通去了，他把这个生态链已经建起来。是，那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是在打造，就是说未来要跟中国竞争一较高下那个是很关键。对，讲到这个降息就是大家都会想到现任的鲍尔因为他真的是在专业的判断上面，因为在2025的时候，其实也讲过说这个降息的次数可能会就是说可能会按照
原先这个联准会的预期。那可是后来发现说呢，这个鲍尔他其实在决定的时候，他是按照专业去做出判断，所以次数没有像川普当初讲说，就是会一直降。好，可是呢，现在不只是利率哈，就连汇率啊，美国现在要准备对人民币出招。美国财政部在29号他们发布了最新的货币报告，表示说呢，将加强对各国外汇交易行为的审查，那包括呢任何试图阻止本国货币兑换美元贬值的行为。虽然并没有指控哪些主要的贸易伙伴操纵汇率啊？但在这一次的监测名单当中呢，新纳入了泰国，还有中国大陆跟台湾呢，都还在名单里面。美国财政部称人民币是严重被低估，也呼吁中方呢应该要及时而且有序的方式来允许汇率走强。好，他们用了这样的一个说法哈，直接quote他们的说法是：中方当局应该根据宏观经济基本面，及时且有序的允许人民币汇率走强。是还干预人家的汇率，我真的觉得。那请问5月老师啊，美国既然对中国大陆施加关税，但是为什么又会担心人民币维持低档会促进出口？因为第一个，当然美国对于世界各国的汇率多少都会发布政策来表达干预。为什么？因为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赤字的国家。这第一个。那他的主观的想法，为什么贸易会赤字？就是你的币值过度的被低估了嘛，才会强化你的出口的竞争力嘛，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哪怕2025年，其实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已经降低了，但是它还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所以它当然对中国的汇率也会持续关注嘛。那第三个，但是他应该也看到了，如果从去年8月份人民币跟美元这样一个汇率的比例，大概是1比7.21。8月初，那如果到1月底收盘为止，已经升到了6.94了嘛。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从7.21已经升到6.94，而不是更加进一步的贬值嘛。那刚刚特别顾问也谈到了，那去年中国又创下了大概1.2兆左右的这样贸易顺差跟盈余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当然还是希望中国能够人民币继续升值啊。那继续升值的方式呢？就是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就是让它的这样一个高关税的政策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这样一个发挥嘛。所以说，这美国这种想法是从它逻辑上是可以理解的，有点像这个续命符的概念。但是有没有效果，当然就最终还是取决总体的很多多项的考虑嘛。是。所以其实现在看到说。今年这个开年以来，我们看到说国际金融市场其实是经历了非常震动的这个局势啊。美元的这个指数呢，单周就暴跌，也创下了去年4月以来最差的表现。好，在画面的右方，我们看到华尔街的见闻，他们有一个报道是说呢，ICE 美元指数27号一度跌到了95.60，刷新了2022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准，单日是下跌了1.5%。那彭博美元指数呢，创下2022年3月以来的新低。最近6个交易日的跌幅都超过3%，那是去年川普宣布对等关税以来的最大跌幅。还有下方这位首席经济学家Wayne Thing， 他则是说呢，这将要引爆新一轮抛售美元的行动可能会让美元进一步的走跌。川普政府内阁当中有多位成员也同样是力挺美元走贬的，原因是因为呢，弱势美元是有助于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好，所以现在这个川普刻意压低美元的做法，真的会是如他们的计划，然后让这个弱势美元的情况之下，让其他的国家就是乖乖就范，买美元，大量的买美国商品吗？好，很快的讲这个川普一直在追求所谓的弱势美元他出发点就是他想法是以这个汇率来换市场，这种还是一个豪赌了。可是有一个关键问题他没有解决，就是说那个高关税跟低汇率之间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我想这个大家可能清楚。怎么说呢？比方说你通常像这个你的关税要是高的话，它会提升美元。那美元的话，就比方说进口减少了，那么通膨上升，然后利率也就维持高点。所以因此呢，所以它是维持一个高关税，它 promote 一个高关税，同时又希望一个降低这个汇率，低汇率。这就好像一个人开车一样，比方说开车一脚踩他这个油门加油，这就是提高关税；一脚同时踩刹车，就降低汇率。
就是两者不能同时进行。同时踩怎么？对，突然觉得他就车子一定会出事嘛。不过这川普他一个想法，跟他的那个阁员也没办法，只好听川普的。但是我想所以因此呢，这个美国的至于美国的国家会不会因为你的利率，那美国的汇率减少，就会减少他们购买美国货？我觉得还是很多因素了。怎么说？第一个呢，它美国货的它不是光靠这个汇率了，它第一个还有你说所谓一种其中一个竞争性的贬值啊，各国会贬值它的汇率。